我跟了赵庭生10年，从13岁到23岁，我始终只是个外室。现如今，他终于要娶妻了，娶的是清河崔氏女。崔氏有祖训，男子不纳妾。所以，当他找到我时，我先主动开了口。妾只要100两金，不求郎君情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距离我穿越到这个朝代，已经过去20多年。在现代，我是个普通人，穿过来后，也只是一个拥有现代记忆的普通人。我也曾想过，和电视剧爽文里的男女主一样，凭借前世记忆，呼风唤雨，搅弄风云。可这太难了。我这辈子投身在一农户家庭，父亲是个穷秀才，母亲织布劳作，勉力生活。我常常忍饥挨饿，吃不饱饭，母亲受父亲拳打脚踢，流产几次才生出了弟弟。我试过吟诗作赋，妄图引起父亲注意，可他只是一巴掌打得我满嘴血沫，恶狠狠咒骂：小贱人，一个女子还想念诗学子。我趴在地上咳嗽着，吐出一颗牙。这一巴掌打碎了我的幻想，让我学会了闭嘴。若是挨打挨饿，日子还能勉强地过下去。可13岁时，我在睡梦中被阿娘摇醒。月光下，她的面孔狰狞：阿锦，走，走得越远越好，你爹要把你卖了，快，今天就走，这个袋子里是吃食，你拿好，走啊。我惊慌失措，在夜色下出逃。乡村的夜晚只有黑暗，但我不能停下，停下的后果我不能承受。可我仍然被暴怒的父亲抓了回去，他当着我的面将阿娘打得奄奄一息。贱人，贵人愿意出8两银子买下他是他的福气，进了那起红楼还用愁吃穿。我被拖去了青楼，头发被父亲扯着，他一只手掂了掂老鸨给的银钱，露出满意之色。我满眼惊恐，知道他要是签了字，我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。强大的求生欲涌起，我趁他不备，转头狠狠在他手腕上咬了一口。他吃痛放手，我拔腿狂奔，闯进喧闹的街道。咒骂声远远传来，我很久没吃东西，体力不支，眼看要被抓到，面前驶来一辆华丽的马车，一看就是贵人所坐。我不管不顾，直接扑了上去，求贵人救救我。车夫急忙扯回缰绳，我紧紧闭上眼，预想中的痛苦却并没有到来。温和的声音从车厢里传来：飞云，把我的钱袋子给他。侍卫领命，拿着一个青底竹纹袋子走到我面前。我下意识把手在身上擦了擦，双手接过。袋子沉甸甸的，肯定不止10两。姑娘，这是我们公子给你的，你可以走了。侍卫转头挥手招呼队伍继续出发。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，却看见我那满眼怨毒的爹。我浑身发抖，扑通一下跪下，咚咚咚磕了几个响头，求贵人收留，我无处可去了，求贵人高抬贵手救救我。我看见侍卫皱眉，似乎觉得我不知好歹，看见我爹骂骂咧咧，要把我拖走。可一切都在那个声音再次响起时湮灭。罢了，飞云，把他买下来吧。他买下了我。我也是到后来才知道，我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他是长兴侯府嫡长子，也是板上钉钉的侯府世子赵庭生。我初入侯府，便里里外外被洗刷了个干净。伺候赵庭生的嬷嬷看清楚我洗干净的脸，嗤笑道：怪不得世子软了心肠，你这丫头长得确实有几分标致。我不吭声，任由他掐着我身上的软肉。他不知道，赵庭生救我时，连帘子都不曾掀开过。他救我，大抵只是像救了个猫狗一样，一时的善心。不过这一点点善心，足够改变我的一辈子。我对他是心存十分的感激的。嬷嬷安排我在外面当粗使丫鬟，冬日天冷，我日日洒扫洗衣，一双手冻得通红，长满冻疮，又疼又痒。但于我而言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已经是一种幸福。转折点发生在我在侯府的第2年。那天清晨，我照例早早起床，洒扫庭中积雪。大雪纷纷扬扬，落满屋檐，赵府亭台楼榭，实在精致。我拿着扫帚站了半晌，喃喃道：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一阵风吹过，树上积雪扑簌簌掉落，我正欲抬脚去扫，却被人叫住：你叫什么名字？这声音太熟悉，我绝不会再听错。赵庭生踏雪而来，
眼里多了几分欣赏。这一年，我只在外院做洒扫丫鬟，老实本分，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我是谁。我只能跪下来，叩首行礼。见过世子，奴婢见明景儿。我行礼时，露出一截银白的脖颈。到侯府这一年，我身量高了不少，连带身上也长了些肉，五官更舒展了些。世子的视线落在我身上很久，他才沉声让我起身。他状若无意：“景儿，我有印象了，你就是我去年在西街捡回来的那个丫鬟，对吧？”实在没想到日理万机的世子还能记得我，我受宠若惊的点头。多谢世子救奴婢于水火，否则奴婢现在已经进起红楼了。他温声道：“不必言谢，我刚刚听你念的那句诗极好，没想到竟然识字。我身边正好缺个研墨的丫头，你可愿意来我书房伺候？”我才站直的腿又屈了下去。愿意给世子研墨的丫鬟，只怕加起来能绕侯府一整圈。赵庭生什么意思？不言而喻。可我不能拒绝，况且跟了赵庭生，对我来说有益无害。穿越这么多年，我的心气早已被磨灭，我只想能够温饱地活在这个世上。我又一次俯身贴地，奴婢愿意，能服侍世子，是奴婢的福气。我进了赵庭生的书房，时常帮他研墨。跟我同住的丫鬟见了我满眼厌恶，暗暗啐我是狐妹子。只是赵庭生要我近身伺候，却无太多逾矩之处。他是侯府嫡长子，侯府夫人对他要求甚严，最忌讳他身边有莺燕燕。偶尔他会捏捏眉心，让我替他按摩。他半合着眼眸，我也不知道我按得好不好，只是默默使劲按着。他哑然失笑，按住我的手，无奈道：“景儿，你只是有时聪明，有时也笨得实诚。”我低着头不说话，他就抹挲着我的手。半晌，他才道：“你的手很好看，不要再长冻疮了。等下我给你一罐白玉膏，你记得用。”赵庭生为人很温和，他作为世子，却从不为难下人。对我也很好，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关系注定不会平等。他为了我置办了一套城东的宅子，那里春日桃李纷飞，是个好地方。他在我及笄的时候，亲自替我挽了头发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抚着我的背。景儿，你搬过去吧，你的身契一直在我这，以后侯府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。他没有过多地解释什么，我也没有问，只是轻轻颔首。好。从侯府又搬到城东的宅子，我一住便是8年，也看过了8年的花开花落。赵庭生对我很好，简直不像对待一个外室。他会在花开的时候带我去踏青赏花，折一朵桃花为我簪在耳边。他也会在情动时搂住我的腰，落下亲吻，絮絮低语：“相逢情变深，恨不相逢早。”他从不吝啬。跟着他的这些年，但凡京中有什么时兴玩意，或是侯府女眷有的，总有我的一份。要说我没有心动过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现代有句话，一个男人最有魅力的是他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我搬到城东后，有一次偶然撞见过弟弟，他游手好闲，日日酗酒，我倒不装娶我新订的布匹，被他看到了。那个时候我穿着量身定做的襦裙，头上有了装饰，再不复以往的穷酸模样。他悄悄尾随我，看我进了城东的大宅子，满脸不敢置信，又瞧见天黑时赵庭生的马车停在门前，他就懂了。第二日，他大摇大摆地上门来找我要钱。姐，我可是你亲弟弟，如今你攀上了侯府出息了，我要娶媳妇，你总得帮帮我吧。不说别的，娘最近生了重病，喝药都要多少银子，你不帮，怎么对得起阿娘？我倏然起身，急声问：阿娘怎么了？我知道这对父子的德行，我之前也往家中寄过银钱，可如今看，定然是1分钱都没有用在阿娘身上。我急得团团转。在这个时代，我能做的实在太少了，可我也不敢贸然开口让赵庭生帮我。在这里生活这么多年，我早已学会伏低做小，谨小慎微。贵人一个不高兴，碾碎我就跟碾碎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我怕要求太多，惹了赵庭生厌烦，那情况只会更糟糕。我只能变卖首饰，填补这个窟窿。可赵庭生太敏锐了，他只是留宿一晚，就发现了我的不对劲。怎么回事？阿锦，你知道我不喜欢隐瞒。他声音沉沉，我只能硬着头皮交代了来龙去脉。
他听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把我揽进怀里。我知道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弟弟再也没有出现过，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。我忧心忡忡了半个月，直到他又一次来看我，身后还多跟了一辆马车。我远远地迎接，却在看到那道身影时不敢置信，是阿娘。她眼中含泪，激动不已，直说世子是她的大恩人，不仅请人替她看了病，还让我们团聚。我弟弟因为烂赌欠债被打断一条腿，我爹看到后气急攻心，中风死了。我这才知道，赵庭生半个月没回来是去干了些什么。当晚，我倚在他怀里，真心实意地说谢谢。他只是提了提锦被，盖住我裸露的肩膀，轻叹道：“阿锦，我只是希望你开心。可赵庭生对我再好，我都谨记着自己的身份，一个见不得光的外室。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，我住在这里，赵庭生忙起来10天半个月都见不到人，周围免不了闲言碎语。这美貌小娘子定是别人养的外室，半个月没见她男人回来，真是狐狸精。以色是他人，能得几时好？真是不要脸。我不能反驳，也反驳不了。我确实只是一个外室。阿娘一开始以为我至少是个通房，住了这么久，她也明白了。可她只是握着我的手，担忧地说：“阿锦，外室于权贵只是个玩意，就连外世子也是令人不齿的存在，你日后该怎么办啊？”我沉默不言。还能怎么办呢？我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听话懂事，让赵庭生满意。所以每次房事后我都会喝药。我不能孕育一个孩子，他应该是带着期望出生在这个世上的，而不是跟我一样躲躲藏藏。但我没想到我这么小心，还是有了意外。那是一个秋天，赵庭生来得很频繁，几乎每天都要歇在我的房里。我一问才知道他的恩师在云路书院讲学，他要随行，得2月才能回来。他说他不在，要照顾好自己，他会给我留下足够的银钱，够我生活。我一一乖巧应下，他却暗了眼眸。阿锦，你都不留我吗？我回头看去，小心翼翼斟酌。奴婢不敢多劳烦世子。他却突然冷了脸，松开手背着我睡去。我不知所措，只能拥紧了被子。这一觉睡得并不安稳，我时时留意着他，可等我醒来，留给我的只有凌乱的床褥。我无奈地叹气，把头发挽好，认命地收拾了起来。接下来1个月，我总是恶心想吐。阿娘看在眼里，一脸严肃：“你的月事多久没来了？”我掐住手心，因为我的月事一向不准，加上我每次都有喝药，我不敢相信是那一种可能。可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，大夫一锤定音，我怀孕了，已经1月有余。算算日子，就是赵庭生频繁留宿的那几天。我抚摸着小腹，心里涌上一股奇异的感觉。前世今生，我都是第一次有孕，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小生命了吗？送走了大夫，阿娘握住我的手，欲言又止。我抢先开了口：“阿娘，你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，好好的想想。”所以等我想好时，我又把那个大夫请了回来。他叹气：“夫人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这是你第一胎，若是不要，多多少少会损伤身子。”我捂紧了小腹，沉默点头。他叹了一口气，写下一个方子，嘱咐道：“按方子抓药就行了，若是后续还需要调理身子，夫人也可以请我。”我点点头，让侍女送他离开。当晚，我看着煎得浓稠漆黑的苦药，还冒着腾腾热气。我知道这一晚下去就会葬送肚子里这个孩子，可我别无选择。侯府不会容许外世子的存在，若是让人知道赵庭生未娶正妻先有外室，京城里没有好人家会愿意把女儿嫁给他。能在他身边留这么久，我就是靠的听话2字。这个没有结果的孩子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我知道，如果他知道了，也会这么做。我仰头将碗里的药一饮而尽，药效来得很快，腹部疼痛如绞，我额头很快冒出冷汗。我能感觉到我的血肉在被剥离，肚子生生的坠痛。阿娘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，我疼晕了，在醒来时，我已经靠在了赵庭生怀里。他风尘仆仆，脸色很不好。他几乎狠力地抓住我的手，咬牙切齿：“梦锦，
你长本事了，你有孕了，竟敢瞒着我，是不是我太宠你了，让你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了？我脸色苍白，只是呢喃，对不起。窗外秋风瑟瑟，落叶纷纷，梧桐虽立，其心已空。他看着我这副样子，猝然闭上眼。阿锦，你有时候就是太听话了，可我不听话的话，就活不下去了。我进侯府10年，做了他外室8年，我知道，总有一天我会离开他。这个日子来得不早不晚，恰好是我待在他身边的第8年。他也从青涩的少年长成了稳重的侯府继承人。殿试后，他成了陛下钦点的探花郎，前途无量。崔丞相绑下捉婿，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。崔家女容色无双，温婉贤淑，又出自中鼎之家，名满京城。这是侯府满意的儿媳，是和赵廷生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。不过崔氏有一祖训，男子不纳妾。侯夫人自然满口答应，只说她连个通房都没有。崔家满意无比。赵廷生的形象一向是正直树身的，除了我跟在他身边的时间最久，其他人大都被打发了。所以当他要娶妻的消息传来时，我第一反应竟然是笑了。担惊受怕这么些年，这个时刻真正到来的时候，我竟意外的平静。离开他，心里更多的似乎是轻松。晚上赵廷生来了我的院子，我依旧笑意盈盈的迎接，替他宽衣解带。云雨过后，他轻轻地抚着我的脊背。我要娶妻了。他沉沉开口，手下动作没停。我睫毛轻颤，赶在他接下来的话之前，轻声说：奴婢知道，世子要娶崔家小姐了。崔小姐很好，奴婢不敢坏了世子好事，只求世子看在这么多年情分上，赐奴婢100两金，归还奴婢身契吧。我说完，空气一时寂静，他很久没有说话。我心下一紧，拢紧衣服就要下床跪下，却被他用手拖住。他捏了捏眉心，似乎很无奈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么多年一直躲在这里，辛苦你了。除了金银外，我还给你准备了几套铺面，算是你傍身的依靠。这套宅子你就留着住吧。他拿出一个锦盒，里面轻飘飘的几张纸，承载着这几年的重量。我没有推诿，伸手接过，低声道谢。多谢世子。他紧抿着唇，眼神越发幽暗。他一把把我扯进怀里，亲吻落在我的耳侧，一点点向下。这一夜他格外荒唐。醉过火时，他把下巴搁在我颈侧，粗重喘息。阿锦，阿锦，别叫我世子，唤我庭生。我呜咽出声，却死死咬住唇不说话。他轻叹一声，在最后一刻，他环抱住我，汗水随着动作滴落在我眼前。阿锦，你是没有心的人吗？我当然并非无心之人，只是他的情感太重，我承受不了，也不敢承受。我也有过幼稚的憧憬，但这些东西在权势面前显得不堪一击。其实我当年刚有孕时就被人请到过侯府，我第一次见到了侯府夫人。她坐在上首，雍容华贵，不怒自威。她旁边站着赵廷生身边那个嬷嬷，两个贴身侍女看着我的眼神有鄙夷，有不耻。夫人没有过多为难我，甚至让人给我倒茶，让我落座。她啜饮一口茶水，开门见山。我知道你跟着生已经3年了，他很喜欢你，把你放在外面养了这么久，你也算听话。不过你有孕了吧？孟姑娘，你要知道外世子是什么？外世子比庶出都不如。若是男孩，外世子这个名头会伴随他一生，仕途上他一生注定不会有何作为。若是女孩，这样的身世大概率也是给别人做妾室。就因为有你这样一个生母，你愿意让她有这样的一生吗？他语气很温和，并不重，话语却像刀子一样插进我的心，剜下几片肉。外世子、私生子，不管在哪个时代，都是令人不齿的存在。我现在尚且可以骗自己，赵廷生只有我一个。那以后呢？他总归要娶妻的，娶一个跟他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，而不是我这样一个差点被卖入青楼的农女。届时我怎么办？我的孩子怎么办？就算被抬成妾室，那也是可以被主人家随意发卖的存在。我的孩子要一辈子在主母面前讨生活，一声娘都不能叫我。他看我脸色渐渐苍白，
又握住我的手。我知道你是生一手就回来的，对他也是真心实意的。这么些年你陪着他，我也看出你是个老实本分的孩子。他马上急惯了，你也陪不了他几年了，不如好聚好散。我沉默良久，雨声渐起，我望向门外，雨滴落在青石板上，又溅起些水花。我垂眸，听到自己的声音：奴婢知晓了。人不该肖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譬如这个孩子，譬如赵庭生的爱。我小产后，他虽然不说，但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愧疚。我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。他见我对书画感兴趣，专门为我研请名师，教给我很多知识。他开始跟我说一些朝事，教我人情世故，教我礼让育人。他努力教，我努力学，就像离别的前奏。我们都将适应没有彼此的生活。10年时间足够了。赵庭生的婚期定在3月，是个很好的日子。城北桃花依旧鲜艳，纷纷扬扬洒满整个上京。岁岁年年花相似，年年岁岁人不同。我早已收拾好行囊，准备带上阿娘远下江南。听说那里风景如画，四季如春，冬天全然不似京城这般寒冷。我小产后就很怕冷，我想那里很适合我。赵庭生给我的铺面都是很好的地段，加上这处院落，我已经全部转手卖了出去。我兜里的银票已经多的这辈子都花不完。我最后看了这个宅子一眼，扶着阿娘上了马车。马车咕噜启程，恰好撞上大婚队伍。前面的喜童嘻嘻哈哈，一边撒钱一边讲着吉祥话：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；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崔府有女赵家郎，喜钱撒出福满堂。周围人都争先恐后扑上去捡喜钱，我掀开帘子看了一眼，恰好看到高坐马上的赵庭生。他身长玉立，眉目屹立，一身红色喜服被他穿得俊朗非凡。他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，时时注意着身后的轿子，一副紧张模样。我想大抵他是很珍爱这位崔姑娘的。我让车夫停在原地，给婚礼队伍让路。这时我才注意到，一枚铜板不知何时被扔了进来，静静躺在我脚边。我俯身捡起来，阿娘很心疼，她说：想哭就哭出来吧。我摇摇头，我哭什么呢？这么多年，我在她身边学到了多少，又得到了多少，足够改变我的生活。这是我2辈子都没拥有过的，但我自己也不允许自己再留在她身边。我不会当第三者，所以就离开吧。大婚队伍绕着京城走了一圈，经过了环河。环河绕过山川，最终流到江南，变成烟雨诗情。从此以后，君住长江头，妾住长江尾。此生长谢君归处，共饮一江水。我和阿娘到了江南，已经是1个月后的事情了。这里山清水秀，风景如画，的确是个很好的地方。我买下一处小院落，规整打理出来，也足够我们2人居住。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着，阿娘时常做些手工去卖，一来二去，结识了不少邻居。有时阿叔阿婶帮了忙，江南又常下雨，不大，却总能沾湿衣袖，我就将人请进来，给他们煮一碗馄饨。阿婶吃一口，满眼放光：孟姑娘，侬这馄饨好吃呀，好去开店了。阿拉一定来捧场呀。我忍俊不禁，又添了几个在她碗里。阿婶，好吃就多吃点，我家管够。我不太会做饭，唯独这馄饨做得最好。赵庭生时常困倦，上京的冬天又冷，他常说吃一碗我的馄饨，整个人带着心都暖起来了。我摇摇头，将往事都摇了出去。不过我没想到阿婶的影响力这么强，她逢人就说桥头孟娘子家里馄饨好吃，馋得人咸水直流。一来二去，一堆人慕名而来，想吃我的馄饨，我哭笑不得。后来我和阿娘一合计，干脆盘下了一个小铺面，每天煮馄饨，赚点铜板。薄薄的馄饨皮，里面包着新鲜的肉馅，被沸水滚过几遭，个个圆滚滚，亮晶晶，被端到食客的桌上，换来赞不绝口的声音。周围邻居很热心，日日都有人来捧场。在这里，我不用再躲躲藏藏，终日缩在宅子里，等待某人的垂怜。我可以肆意微笑，可以不用顺从讨好。我抹一把额前汗水，跟阿娘相视一笑。我确信，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
我跟随时节的变化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小小的馄饨铺还开着，已经变得很稳定。如今日子富足，我离开了吃人的侯府，阿娘不再忧心我，连白头发都少了几根。不过平静的生活也会有变数。那天清晨，天蒙蒙亮，我像以往一样起早支摊，却总听到小猫叫一样的细弱哭声。如今天冷下来了，虽不似上京寒冷，但阴雨霏霏，若是小猫被淋湿，定然也熬不过去。我撑伞匆匆寻觅，到小巷转弯处，没看见猫，只看到了一个竹篮，孤零零躺在杂物堆积处。我小心掀开了上面的绢布，不是小猫，里面倒是躺了一个瘦小的女婴。我环顾四周皆无人，又摸一把她的襁褓，是湿润的，不知道被扔在这里已经多久。我抿唇，抱起竹篮就往铺子里走，也不知他父母是谁，就这样心狠，把他扔在这巷子里。那里杂物遮掩，今天又有雨，若没被发现，他难逃一死。我把人带了回去，这婴儿小小一个，为了照顾他，费了我不少时间精力。阿娘在旁边看着，慈爱道：“阿锦，你喜欢他，不如就把他留下吧，你能把他养得很好。”我心一颤，婴儿的眼眸最清澈，清晰地倒映出我的影子，他的手是那么小，只能握住我的一根手指。看着他，我就想到了那个被我狠心流掉的孩子。若是女儿，也该有这么可爱吧。他仿佛感知到我的悲伤，咧开嘴朝我轻轻笑了。复杂的情感充斥我的内心，良久，我站起，跟阿娘笑着说：“阿娘，我们叫她孟金月吧。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我希望她人如其名，潇洒肆意，野蛮生长。”时间向来过得很快，一晃我来到江南，已经3年多了。馄饨铺还开着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多了个粉雕玉琢的小团子。金月长得很好，很可爱，周围的阿婶阿叔见了都忍不住逗弄2下。最爱吃我馄饨的那个阿婶偷偷跟我咬耳朵：“孟娘子，这金月虽然是你捡回来的，不过我看她简直就像你亲生的嘛，瞧这眼睛，跟你一模一样。哎呦，所以这就是缘分啦，金月跟你很有缘的。”我单笑着点头，看向一旁乖乖吃米糊糊的小团子，心软成一片。确实，金月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。每次他牵着我的手叫我阿娘，我的心都要化掉了。我会用尽一生去保护他，呵护他。不过我没想到，我还有跟赵庭生再见的时候。那是在金月5岁时，我像往常一样端上馄饨。今日下雨，来吃馄饨的人多了许多，我忙得脚不沾地。一道黑色身影坐在桌前，我扬声问他：“公子要吃点什么馄饨？今日有雨，正好吃一碗暖和暖和。”他一愣，随后缓缓转过身：“阿锦，是你吗？”我的笑凝在嘴边，这声音太熟悉了。时光轮转，我好像回到了当初那个雪天。他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情景交叠，我却不再是那个战战兢兢的女奴。多年未见，他瘦了黑了，棱角变得更加锋利，眼里多了更多我看不懂的情绪。我望着他：“赵世子，好久不见，我也没什么好招待你的，不如坐下来，我请你吃碗馄饨吧。”他的唇嗫嚅2下，最后还是颔首。好。我转头，将锅里煮好的馄饨舀进碗里，放在他桌上。他凝目没动，半晌又笑了2声：“你还记得我不爱吃葱？”那碗馄饨白茫茫的，没有一点绿色。我笑笑不说话，转头欲走。阿锦，他倏然出声：“城东那个宅子，我买回来了。”我停下脚步，轻叹一口气：“世子，往事已休，我早已记不得京城是什么样子了。”沉默在我们之间滋生。阿娘，清脆童音响起，恰好阿娘带着金月来铺子里帮忙。她看到我，就小跑着扑到我怀里。我连忙弯腰接住她：“阿娘，我好想你啊。”金月可怜巴巴地靠在我怀里撒娇，我轻声哄着她，却没注意到赵庭生从震惊到幽暗的眼神。我不欲再与他纠缠：“世子，馄饨吃了就快些走吧，我这铺子也要收摊了。”这一次，他直接拉住了我的衣角。他眼中难掩激动，看向金月的眼里都是火热。“阿锦，你别走，你告诉我，这孩子是不是我的？
你我分离5年有余，时间都对上了，这就是我的女儿，对不对？见他误会，我很头疼。我把金月交到阿娘手里，让她先带金月走，还给了她一个放心的眼神。世子，我不知道你误会了什么，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金月不是你的女儿。他摇头，不，这不可能，她的年岁明明刚好和你离开京城的时间对得上。阿锦，我知道你怪我，但我也是不得已。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会好好教导她，补偿这么多年的缺失。阿锦，我冷声打断他的话。世子，慎言。金月是我捡回来的孩子，是我一个人的女儿，周围邻居都知道，你不信可以去查。还有，我们俩已经结束了，并且再也回不去了。赵庭生失魂落魄地走了。我打听了一番，才知道他如今已是吏部郎中，这次下江南是来完成巡查任务。他原本是不知道我在这的，相遇应当是意外。他只会在这里待1个月，1个月后他就必须回到京城。那日他走后，时常来铺子拜访，每次就点1碗馄饨，一边吃一边看着我。我赶不走他，只能随他去了。到了最后1日，我回家路上，他叫住了我。阿锦，我就要走了，你再陪我走走吧。我没有应他的话，而是默默在前面走着，把他带到桥边。我垂眸，世子，我感谢你当年的救命之恩，也感谢你后来的照顾，但我不会跟你走。他向前1步，急切道：为何？阿锦，就算金月不是我的女儿，我也会将她视如己出。如果你不喜欢城东的宅子，我可以在京城任何地方给你另置一套。不是这些问题。我打断他的话。世子，你答应了崔姑娘不纳妾，我若跟你走，我的身份是什么？金月的身份又是什么呢？崔姑娘才貌双全，嫁给你为你操持侯府，侍奉公婆，她难道不该得到你的尊重吗？她被我说的立在原地，只是呢喃。可我不爱她，不爱她为何要娶她呢？世子，我不可能再做你的外室，你回去吧，别再来找我了。细雨纷纷，沾湿了他的衣襟。赵庭生用权和钱来衡量我们这段关系，他用他最滥有的，妄图换取我最重要的东西，那是自由和尊严。我很感谢他曾经在我生命中的帮助，不过也仅仅如此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渐渐离去，再回头，阿娘抱着金月在另一边等我。她软软地叫着阿娘，我笑着把她拥进怀里。生命中最珍贵之物，我早已经拥有了。修炼是水，苦海回身，梦金月番外。我拥有一个最好的阿娘，她对我很好，为人温和，跟画本里的神仙一样好看。她的手艺也很好，能煮出最好吃的馄饨。我小时候还时常会疑惑，为什么我没有阿爹呀？她抚摸着我的头，告诉我，阿爹已经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不会回来了。再大些，我也知道了，我并非阿娘亲生，但正因如此，我更感谢她和外祖母。明明没有血缘关系，还能如此真心对我，我心怀十分感激。阿娘给我取名孟金月，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她说，她希望我跟这句诗一样，永远铮铮，永远昂扬。她懂得很多，很小的时候就为我言请名师，教我学习。阿娘跟其他人都不一样，她从不说什么女子不该读书之言，她只是告诉我，读书使人明理，也让你今后有立足的底气。金月，别怕，你身后有阿娘。我听了她的话，才名远扬。吴家公子学富五车，家世清白，有了功名才前来求娶，聘礼堆满前院，礼数周全，郑重发誓，求娶我为正妻。阿娘笑着同意了。我出嫁那天，她神情却有些恍惚。后来夫君升迁进京，我要他跟我一起走，他摇头拒绝了。他说他已经在这生活了半辈子，已经不适应京城的生活了。我却知道，不只是这个原因，京城里有他不想见的人。其实我一直记得5岁时的那个午后，有个俊朗的阿叔，他看了我很久，然后摸了摸我的头，给了我一颗糖。他说，照顾好你阿娘，她很辛苦。后来我和夫君一起出席宴席，宫宴最上席，有道视线盯了我很久。听说那就是长兴侯
夫君的官场之路顺遂非常，我去信告诉了阿娘，她的回信只有一句诗：物以往之不见，知来者之可追。收到信的那日，恰好是个晴天。我的院子里也有一棵桃花，花瓣刚好落在信纸上，带着淡淡的香，一如当年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